各位的父母有没有和你们开过出生时被报错的玩笑？事实上，这还真有可能会发生。刚出生的孩子都长得差不多，如果放在一起没做标记的话，就很容易弄混。同样的，如果两个长得差不多的人在同一场意外当中被伤得面目全非，一个活着，另一个已经走了，如果没有经过严格的验尸，任何可以确认身份的东西都可能弄错两个人的身份。而今天的故事就是这么的离谱，甚至于没有失去孩子的父母已经为他举办了葬礼，只能说连电视剧都不敢这么写。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。2006年4月26日，对于今天视频当中的两个家庭来说是个非常特殊的日子，因为他们的生活从这一天开始就不得不交织在一起。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两位主人公。劳拉·瑞恩22岁，是印第安纳州泰勒大学的大四学生，而18岁的惠特尼·塞拉克是该大学的新生。除了是同校的校友外，他们俩并不认识，不过两人的性格都很外向，喜欢交朋友，非常受欢迎。事发当天，学校在校外组织了一场宴会活动，晚上8点左右，劳拉和惠特尼以及另外7名学生在布置完现场后，一同乘校车返回主校区。然而，在校车沿着69号洲际公路向南行驶途中，一辆满载的半挂式卡车突然失控，越过了隔离带，从侧面撞了过来。校车里面的人和物品几乎都被抛在了公路上，其中5人当场死亡，其余的幸存者伤势较为严重。事故的第一目击者詹妮弗和汤姆刚好跟在卡车后面，突如其来的车祸把他们都吓坏了，于是赶紧把车停在路边报了警。现场惨不忍睹。此时詹妮弗注意到一位金发女孩被抛在了15米远的地方，她几乎没有了呼吸。詹妮弗强忍着眼泪，一直守在女孩身边，为她打气加油。很快，洲际公路被要求关闭，直升机、医疗救援队也迅速赶到了现场。这位女孩被抬上了直升机，送去了附近的一家医院。与此同时，现场的调查人员在女孩身边发现了一个钱包和一双鞋，里面有劳拉·瑞恩的证件。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，被送去医院急救的就是劳拉，而此时的惠特尼却已经离开了人世。最先听说出车祸的人是惠特尼的姐姐卡莉。卡莉的好朋友在得知惠特尼也参加了此次校外活动的布置后，赶紧通知了他。卡莉立刻拨通了妹妹的电话，但无人接听。他打了一遍又一遍，依然没有惠特尼的消息。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，卡莉只好安慰自己，妹妹的手机可能没有放在身边。但没过多久，验尸官通过电话委婉地告知了惠特尼的父母，他们的女儿已经遇难。另一边，劳拉的父母也接到了电话，他们被告知女儿遭遇了车祸，目前正在医院里面急救。而事实的真相却是，真正的惠特尼正在医院救治，而真正的劳拉才是遇难的那一个。由于他们俩不仅身材相似，就连头发都是一样的金色，现在都还伤得面目全非，误会也就此产生。此时此刻，这两个家庭在得知噩耗后，分别赶往了不同的医院，全然没有意识到女儿的身份已经被调换。贾劳拉浑身是伤，嘴里插满了管子，全身都缠上了绷带，仅剩下半张脸露在外面。看着昏迷不醒的女儿，劳拉的家人伤心欲绝。警方展示了破旧不堪的鞋子和钱包。钱包虽然属于劳拉，可这双鞋子对于劳拉的家人来说很陌生。劳拉的妹妹觉得很不对劲，但没有多想，以为她是借了室友的鞋子穿。就这样，劳拉的家人和朋友每天都会轮流守夜，期待着她早日醒来。另一边，贾惠特尼的家人几乎要接近崩溃。姐姐卡莉最先来到医院，她刚来就被告知妹妹已经去世了几个小时了。卡莉远远地看着一具饱受摧残的尸体，她不忍心看到妹妹最后的惨状，所以很巧没有前去确认尸体的身份。同时，验尸官也没有强求惠特尼的家人必须这么做，而这误会确实越来越深了。事故发生4天后，有1400人参加了惠特尼的葬礼。真劳拉被安葬在一个标记为惠特尼的坟墓中，没有人怀疑过被下葬的尸体实际上另有其人。5月7日，学校为了遇难者举办了一场追悼会，这是两家人第一次碰面。真劳拉的父亲对此深表同情，毕竟自己的女儿也差一点点就送命了，他完全能够感同身受。同时，真惠特尼的父亲则嘱咐对方一定要坚强，自己一直有在阅读他们发表在博客上有关于女儿在医院里面的动态，祈祷对方女儿能够早日康复。两个陌生的父亲因为这场灾难相识，可生活就是这么的讽刺，他们真心实意的为彼此的女儿祈祷，殊不知真正的宝贝女儿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。日子一天天过去了，惠特尼每天都被劳拉的家人和朋友们包围着，没有人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。令人欣喜的是，女孩虽然处于昏迷状态，但她偶尔会握紧双手，摆动脚趾，眯起眼睛，活动她的腿和手臂，显然身体正在慢慢的恢复。可渐渐的，劳拉的家人开始注意到一些微小的细节，就比如女孩有次微微张开了嘴巴。劳拉的妹妹留意到姐姐的牙齿有一些不太对劲，
但想到他被救出来的时候似乎是靠在栏杆上的，可能是因为撞击，牙齿也变得有些不一样了。再到后来，惠特尼的病号服没有弄好，不小心露出了穿孔的肚脐。劳拉的妹妹有些疑惑，难道是姐姐新弄的吗？与此同时，惠特尼已经能慢慢睁开眼睛了，而劳拉的男友也有了新的发现，虽然只能睁开一小条缝隙，但他瞳孔的颜色像是变了，原本要更蓝一点，可现在变得偏绿了。另一边，在医生的指导下，惠特尼开始进行强化治疗，她必须重新学习走路和说话。可随着说话能力的恢复，女孩开始说一些胡话。她不仅乱喊家人的名字，还称男友为猎人，让他坐下。对此，医生的解释是，脑损伤患者大多数都会出现这种混乱的情况，需要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恢复。然而，接下来的各种细节让治疗师越发觉得不安。比如每一次治疗师喊她劳拉，女孩都会努力地说出惠特尼这个名字。有一次，治疗师让女孩写下自己的名字，果然假劳拉写了非常潦草的惠特尼。治疗师很是惊讶，赶紧询问了女孩的父亲，惠特尼到底是谁？当得知惠特尼是事故当中的另外一名女孩已经遇难，治疗师则推测说，或许在车祸发生之前，他曾经与惠特尼有过交流，所以惠特尼这个名字成为了他记忆里面的一张拼图，留在了脑海里面。而劳拉的家人则亲耳听到女孩称呼他们为假父母，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瞳孔颜色不对，牙齿形状不对，陌生的肚脐穿孔，现在又自称是惠特尼，这让劳拉的家人心生疑虑。可医生再三肯定了患者的身份，而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排除万难，帮助女孩回归正常生活。所以这一切的不对劲都被归咎于身体尚未完全恢复的缘故。在事故发生1个多月后的某一天，惠特尼和劳拉的妹妹单独在房间里面，她又一次强调了惠特尼的名字，她还努力说出自己的姓是塞拉克。在妹妹的引导下，女孩艰难地写下了父母的真实姓名。这一次，劳拉的妹妹终于能够确认，这不是姐姐，而是惠特尼本人。消息一传开，整个医院都炸开了锅。惠特尼的家人被要求带上女儿的牙科记录前往医院，果然身份得到了证实，病床上的名字也从劳拉·瑞恩变为了惠特尼·塞拉克。回想起这场事故，不仅差点要了惠特尼的性命，还和死去的女孩互换了身份，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而这个看似微小的错误，却让2个家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尤其对于劳拉一家人来说，简直就是万念俱灰，给人希望又把人逼到了绝望的境地。他们有何罪之有，需要遭受这样毁灭性的打击？可即便如此，劳拉的家人依然把惠特尼当成亲生女儿一样对待。他们感叹命运的捉弄，但也要收拾好心情，将亲生女儿的葬礼提上日程。事后，惠特尼透露自己对车祸当天的记忆只停留在上车的时刻，压根就不记得后面发生了什么。他在病床上也想方设法要恢复自己的记忆，可脑子里面一团乱，经常把2家人的名字搞混。但是正因为他们的细心照顾，惠特尼漫长的康复之路不曾感到孤单，所以他对劳拉一家人也一直是心存感恩。而像类似的离谱事件还在奥地利发生过，一对夫妇在儿子的病床上不离不弃地守了5个月，结果等他醒来后竟然在狂飙外语。事实证明他是儿子生前的好朋友梅米克。而这起风波的起因也很相似，3位年龄相仿的少年结伴出行，结果不幸发生了车祸，2死1伤。由于伤势严重，父母们甚至都搞混了孩子。一对奥地利夫妇误以为自己的孩子托马斯是唯一的幸存者，将其细心照顾了5个月之久。可事实上，托马斯的尸体早就被埋葬在波斯尼亚的一处墓地里面。后来，托马斯的父母设法将儿子的尸体转移到奥地利，也算是回到了故乡。可最让人气愤的还是医院漫不经心的态度。一开始，托马斯的父母有提出过怀疑，他们觉得儿子看上去和以前不太一样，但医生表示，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故，有些异样也是很正常的，以此打消了他们的顾虑。后来梅米克醒来后开始不停地说外语，他们又一次质疑了儿子的身份，在父母的强烈要求下，医院才给做了 DNA 测试。真相大白之后，医院更是坚持了他们的所作所为都遵循正确的流程，更不愿意承认他们存在任何失误。可要知道，他们在明确知晓幸存者的身份后，又拖延了2个礼拜才通知梅米克的父母，这真的符合所谓的正确流程吗？命运如此捉弄，真是让人于心不忍。后来这些事故也促使美国密歇根州和印第安纳州尽快立法，制定并完善更严格的验尸流程，避免悲剧再次发生。其实大家设身处地的想一下，在这些家庭当中，失而复得总会让人倍感珍惜，而相反，希望变成绝望的家庭则受到了200%的打击。而唯一相同的都是父母对自己孩子的爱永远的深沉，永远不会消失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大家对于这样的乌龙事故有什么看法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郑郑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